他是一个绝世天才，他开创了一个时代，他在绿茵场上定义了一个位置。他明明是个守门员，却单场跑动高达5公里，甚至跑到对方半场抢断。他统治世界足坛将近10年，5次当选世界最佳。他掀起轰轰烈烈的战术革命，让门将真正融入球队的体系。他就是德国国家队的传奇门将曼努埃尔·诺伊尔，一个重新定义门将的男人。1986年的千火之城盖尔森基兴，收获了一枚未来将掀起足球浪潮的种子。年幼的诺伊尔视莱曼为偶像，在目睹他补时头球绝平多特蒙德后，做一个与众不同门将的念头在年幼的诺伊尔心中生根发芽。终于在11年后，当年看台上的男孩也如自己偶像一般，冲入对手禁区，助攻队友得分。凭借着开阔的活动范围， 78.6% 的扑救成功率，出路的诺伊尔成了沙尔克04的新任守护神。虽然与国米的比赛中被斯坦科维奇打入一记凌空抽射的神仙球，却没有熄灭他那颗不从众做自己的坚韧决心。在帮助球队历史性闯入欧冠4强后，诺伊尔肩负起了队长重任，并经常在火爆的鲁尔区德比中与多特蒙德阵中的莱万上演火星撞地球的比拼。有趣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竟携手成为拜仁的最强矛与盾。来到拜仁后的诺伊尔将门卫属性进一步完善，他在边路如拉姆一样滑铲卡位，在禁区外像卢西奥一般飞身争顶，他仿佛贝肯鲍尔附体，无所不在。你经常可以在中圈附近见到他的身影。诺伊尔甚至在后场扣球过人，杂耍起蝎子摆尾，弃门而出更是家常便饭。众多前锋在身后追赶他的画面，俨然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关键他是如此契合现代足球的战术需求，被称为上帝之臂的手抛球，或许才是克鲁伊夫心中进攻由门将位置发起的最好诠释。回首诺伊尔的国家队生涯，他是一个得到命运垂青的球员。无数个巧合让他有幸从边缘人变成主力，出征世界杯。这样的传奇故事却是一段悲痛的回忆。时间回到2009年，德国国家队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故。德国守门员恩克因无法摆脱女儿早逝的痛苦，加剧了抑郁症病情，最终提前告别了我们。与此同时，另一位德国守门员阿德勒在南非世界杯前夕受伤。这一系列突发事件让一名鲜为人知的年轻门将诺伊尔意外获得了德国队的主力位置。1986年出生的诺伊尔，此时只有短短1年的国脚经验，却被推上了世界杯的舞台。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小组赛中，他凭借出色的体能和稳定的发挥，帮助德国队顺利晋级淘汰赛。1/8决赛，德国与英格兰提前会面，这对宿敌在他们的恩怨路上又添了一笔新恨。这次故事的主角正是诺伊尔。开赛仅20分钟，小心门球开大脚，直接撕破了英格兰防线。机敏的克洛泽用速度和身体甩开笨重的英格兰后卫，单刀面对30军团守门员詹姆斯，近距离捅射破门。之后波多尔斯基再攻一球，德国确立了2-0领先优势。不过最后的比赛中风云突变，英格兰的攻势一波接一波。米尔纳禁区右侧传中球找到兰帕德，神灯近距离抢点射门被诺伊尔神勇挡住。紧跟着厄普森利用角球机会攻破了诺伊尔的城池，然后进入了这场比赛争议的时刻。第38分钟，兰帕德禁区弧顶内一记吊射越过了诺伊尔，足球击中横梁下沿后弹地。从慢镜头回放来看，足球已经越过门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无论是主裁还是边裁，均未第一时间判定进球有效。聪慧的诺伊尔迅速将皮球捞了出来，让比赛继续进行。看到这一幕的兰帕德双手抱头，尽管英格兰球员疯狂抗议，但未能让裁判改判。德国将2-1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上半场结束。
遭遇误判的英格兰球员瞬间失去了心态。在诺伊尔封出杰拉德的射门后，30军团彻底崩了。穆勒随即利用2次反击机会杀死了比赛。德国非常有争议的4-1击败英格兰，赢得了继续前进的资格。8强战与阿根廷的较量，德国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伊瓜因和梅西先后2次射门都非常勉强，被诺伊尔轻松地化解。一场单方面的4-0碾压，让德意志战车连续3届世界杯杀进4强行列，并遇到了2008年欧洲杯决赛对手西班牙。没有复仇，只添了心恨。在最巅峰的西班牙人面前，德国落败是唯一的结局。狼狈的诺伊尔封出了比利亚的单刀，化解了佩德罗的远射，为伊涅斯塔小禁区左侧劲射偏出球门感到庆幸。直到第73分钟，德国防线真的守不住了。普约尔的泰山压顶洞穿了诺伊尔把守的大门，西班牙又一次成为了胜利者，而德国人只能去踢鸡肋的季军争夺战。伤心的诺伊尔没有参加与乌拉圭的比赛，担任守门员的布特帮助德国3-2取胜，尴尬地卫冕了世界杯季军。南非世界杯让诺伊尔一举成名，有身体素质，有脚下技术，有大脑预判，自然也就坐稳了德国国家队主力门将的位置。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1/8决赛中，德国队迎战阿尔及利亚队，这场比赛成为了诺伊尔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他的门卫风格在此战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面对阿尔及利亚队的强劲冲击，德国队的后防线上出现了动荡。北非之虎以不懈的努力和强劲的攻势，对德国队的球门构成了多次威胁。在球队最需要的时候，诺伊尔站了出来，成为了球队的救世主。每当德国队的防守出现破绽，诺伊尔便化身为最后一名后卫，勇敢地冲出禁区。他总是在对方前锋得球之前将危险扼杀，在对方每一次射门时，他总能稳稳地将球没收。阿尔及利亚球员的绝望眼神足以说明一切。诺伊尔的表现堪称惊人，单场跑动5.5公里以及5次在禁区外的关键解围，是他卓越表现的最好证明。他几乎等同于为德国队增加了1名的后卫。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诺伊尔的英勇表现，德国队很难在这场比赛中取胜。即使是巅峰时期的圣卡西或卡恩，也难以取代诺伊尔在那场比赛中的关键作用。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门将不仅仅是战术体系之外的守护者，而是防线的关键组成部分。随后的教练们在选择门将时，不再仅仅关注他们的门线技术，而是同样重视他们的传接球能力。曼联的传奇门将德赫亚竟然鲜少入选恩里克麾下的西班牙国家队，原因在于他脚下技术的不足。然而，仅仅依靠球场上的积极跑动，并不足以让诺伊尔登上世界最佳的宝座。他卓越的门线技术才是他成就辉煌的坚实基石。在 IF 评选的10年最佳门将中，诺伊尔5次荣获年度最佳，展现了他的超级天赋。诺伊尔的门线技术，其出色程度无可争议。在欧冠赛场上挑战皇马的巨星阵容，连续挡出了 C 罗和卡卡的点球。他曾带领着沙尔克04这支不被看好的队伍对抗曼联，用一次精彩的单掌扑救挡住了鲁尼的致命射门。在2014年世界杯那场7-1的惨案中，许多人只记住了克洛泽的记录和连串的进球，但如果没有诺伊尔开场时的惊世2连扑，德国队可能早已在比赛初期就陷入了被动。在随后的比赛中，诺伊尔多次在关键时刻做出精彩扑救。当届赛事，诺伊尔7场比赛仅丢4球，帮助德国队问鼎第4座世界杯冠军奖杯，而他本人也毫无争议地斩获金手套奖，且入选了世界杯最佳阵容。在当年的金球奖评选中，诺伊尔作为门将高居第3，仅次于 C 罗和梅西，足以说明他当时的竞技状态。瓜迪奥拉是诺伊尔最坚定的支持者，把门将提升到了战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诺伊尔不仅是进攻的发起者，他的长传能力能够直接助攻队友得分。在防守端，他同样是关键人物，防守范围远远超出了禁区。单场比赛跑动5公里，对他来说只是基础操作。他甚至可以坐拥 VIP 观战席，跑到中圈观看队友的进攻。至于在禁区内秀脚法，戏耍对方前锋，C 罗和孙兴敏都曾领教过。瓜迪奥拉对诺伊尔的赞誉极高，称他为世界第一，甚至可能是史上最佳门将。不仅仅是他的门线技术达到了超凡水平，诺伊尔对门将位置的革新定义，就足以让他名垂足球史册。2024年夏天是德国足球的诸神黄昏，老将们没能在本土欧洲杯上圆满落幕，却也不得不到此为止。伊克罗斯提前自宣退役为号角，穆勒和京多安在欧洲杯后均选择退出德国国家队。2024年8月21日，诺伊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结束自己在德国国家队的生涯。诺伊尔的离开意味着2014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全部离席。38岁的诺伊尔表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做出，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我为能够代表德国队效力多年而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这支球队一直是我的骄傲和热爱，我会永远怀念这些年与队友们并肩作战的时光。15年国家队生涯，诺伊尔代表德国队出场124次，完成51次零封。4届世界杯、4届欧洲杯，最近德意志战车的8次大赛之旅，诺伊尔均未缺席。他也在今夏的本土欧洲杯上打破了布冯创造的纪录，成为欧洲杯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门将。诺伊尔的出现让德国门神的传统得以延续。多年后，历史可能会模糊那些曾经的辉煌，如卡西利亚斯的巅峰时期、布冯的持久生涯，以及卡恩的不屈怒吼。新一代球迷将有自己的偶像，但探索足球历史时，他们一定会记得诺伊尔，这个改变了门将定义的男人。